都说游游山庄是一座江南园林，很美，比管城任何景点都要漂亮。李诺是真的想去参观一下游游山庄，也是为了试探宁天磊对他是否有点特别。游游山庄是战家的老宅，自然不会对外开放，外人能进去参观一次，那都能吹牛逼一段时间了。宁天磊若是答应带他去参观游游山庄，说明他很信任他，他在他心里的位置也很重要，就是对他有爱。别看宁天磊很温和的一个人，其实他对谁都有着防备之心，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堵看不见的墙，轻易不让人越过他的那道墙。李诺理解他，知道他是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，才会对谁都有着防备之心，不会轻易信任一个人。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爱慕他的、追求他的女生不少，从来没有人能走进他的心房。他父母都是罪犯，坐牢，而将他父母送进去坐牢的人是他最敬爱的大姐。大姐与他是同母异父的亲姐弟，但他的父母又害死了大姐的亲爸。总之，他的家庭关系有点复杂。在大姐将他的父母送进去坐牢时，他知道他的大姐没有错，但那是他的亲生父母呀，他夹在中间是很难做的。来了管城上班，李诺才知道宁天磊的家世背景。宁家的事也不是秘密，只要稍微打听一下，就能弄得清清楚楚的。他知道了，在父母出事时，宁天磊有段时间无法面对长姐，躲起来了。他的亲二姐也是因为大姐的原因进去坐过牢，后来二姐出来了，依旧和大姐关系恶劣。如今他的二姐早已下落不明，不知所踪。听说他家里的亲戚除了小姑姑还来往密切，那是小姑姑当年救了他的长姐。战家那位二少奶奶念及小姑姑的大恩，得势后涌泉相报。大姑和二姑两家人也早已断了来往，甚至不知道那两家人搬去哪里了，只知道是被他大姐逼得不得不离开管城的。李诺知道了这些后，私底下和闺蜜感叹，难为宁天磊了，在这种复杂的家庭里，他还能保持着他善良的一面，三观正。大姐大义灭亲后，他也能坦然面对，与大姐的感情也没有受到影响。这样的一个男人，哪怕他的家庭背景很是不堪，李诺也控制不住那颗心，爱上了宁天磊。不过他不敢让父母知道他喜欢宁天磊，他想，若是他和宁天磊能走到一起，在一起面对他的父母，父母很开明，应该能够接受宁天磊的。宁天磊的父母犯多大的错，都是他父母的错，他是无辜的。就是他若和宁天磊成了父亲，以后他的孩子就无法考公了。对于公务员的父母来说，可能难以接受吧。不考就不考呗，李诺自己都没有考，他的孩子估计也不会走那条路。毕竟宁天磊有自己的公司及生意，他们的孩子9成9是接班走经商之路。我也不能肯定宁天磊对你是什么样的感情，不过我觉得他愿意去问他大姐的意思，是将你的话放在心上了。你对他来说应该是特别的。闺蜜这样回复着李诺，可是他大姐拒绝了，他没有替我争取一下，说明我在他心里的重量也没有多重吧。李诺自信心不足，实在是宁天磊的感情藏得很深，轻易不让人看透。他大姐拒绝有他大姐的理由，毕竟那是战家的老宅，战家重视隐私，他大姐也不是当家太太，不能随随便便答应。况且他大姐又不了解你，怎么可能随便就让你去参观她的婆家？你又不在当场，怎么知道她没有替你争取过？她跟你说了之后，还有说什么吗？她说对不起，未能带我去游游山庄玩，要请我吃饭。这样说的话，李诺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希望的。你不要打退堂鼓，你都爱慕她那么多年了，现在放弃的话，你舍得吗？想想这么多年来，她身边有过谁？女性也只有你一人，哪怕你们打着老同学、好朋友的旗号，我跟她也是老同学呢，怎么不见她对我和颜悦色的？
说不定他对你也是有感情的，可能也和你一样不好表白。听了闺蜜的话，李诺重燃希望，回想起这么多年来他与宁天磊的友情，宁天磊对他似乎是特别的，那我再试探试探，放弃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的，爱了这么多年，哪能轻易放弃？至少也要向他表白，让他知道我爱过他，也去追求一下，追求不到再放弃，好歹不会留下遗憾。若是我追不到宁天磊，我就辞职离开管城，回老家去听从我爸妈的安排，跟他们单位谁谁的儿子相亲吧。李诺还没有大学毕业，父母都做着他的思想，叫他毕业后就回老家找份工作。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属于2线城市，也不差的，找份工作也不难，就是收入可能无法和1线城市比。父母的意思还是希望他考公，像父母一样安安稳稳的干到退休就轻松了。李诺说服父母，他年轻，想到大城市闯一闯，说他如果闯不出点名堂来，再回老家工作，离家里近一点。父母被他说服了，便由着他孤身一人来了管城，在管城上班。努力了这么多年，他混成了公司的中层管理，月收入不菲，上司很重视他的。他再努力几年，还能升职加薪，爬得更高。他都是为了宁天磊，追不到心爱的男人，他放弃的不仅仅是他，还有他目前的事业。李诺，你有今天不容易，就算你和宁天磊没有结果，也不能放弃你的事业啊。商事集团在管城那是第2大集团，实力雄厚，上升空间大，多少人做梦都想爬到你这样的位置。你1个月的收入抵得上普通打工人1年的收入了。管城那么大，你若和宁天磊断了，也不会老是相遇的，不相遇就不会尴尬，干嘛要牺牲那么大？闺蜜说道。失恋吗？很正常，又不是离了他你就活不下去。李诺说到那一天再说吧，我现在都还没有表白，要自信一点，说不定我能追到他呢。就是以后再说那些，我相信你也能拿下宁天磊的，加油吧。他说傍晚来接你，请你吃饭，你就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跟他去吃饭。李诺笑了笑，说道，我知道，他的感情也藏得很深，宁天磊应该察觉不到他对他的爱意。与此同时的悠悠山庄室内游泳池旁边，海童和几位妯娌都坐在池边，看着他们的男人在教3个孩子学游泳，是战木晨和战景琛和战景旭兄弟俩哦，还有苏萌，他们2个6岁，2个5岁。主要是天气太热，孩子们午后想玩水，海童便让丈夫带儿子来游泳，顺便教儿子学游泳。在浅水区那里，乐乐等小家伙也套着个救生圈玩水，他们的爸爸守在一旁看得牢牢的，生怕小家伙们会呛水。小飞，宁云初是挨着商小飞而坐，他是刻意挨着商小飞的。商小飞偏头看他，问他怎么了？你似乎有话和我说。从你夫妻俩出去散步之后，你总是看向我，想跟我说什么悄悄话。商小飞笑着凑近前来，小声说道，你跟我说，我保证守口如瓶，不会泄露出去的，我这张嘴还算牢靠的。宁云初笑，不是八卦，你耳朵不用竖得那么长。不是八卦呀，我也喜欢听，你说是什么事？我想你帮我打听一下一个人，了解一下他的为人。谁？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如果是男人的话，云初，我不会帮你的，你也别害我呀，让你加意。臣知道我帮你打听一个男人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呀。他这些朋友的老公都是霸道鬼、大醋桶，想到自己家君然也是那样的人。商小飞默默地在心里说了句，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呀。君然经常跟战印等人打交道，被他们传染了霸道。放心，是女的，女孩子。宁云初笑道，我弟弟的大学同学。李诺在你们商事集团上班，好像还是中层管理。李诺这个名字我有点耳熟，在我家集团上班的吗？
那我可能在公司听说过这个人，能混到中层管理，很不错呀。你弟弟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到现在也就3、4年吧，3、4年的时间能混到中层管理，是真的很不错，很优秀呀，你得喜欢他。无缘无故的，宁云初不会打听一个陌生女孩，除非他弟弟喜欢这个女孩子，宁云初才会去打。听一下，了解一下，担心别人是图宁天磊的钱财。商小飞表示理解，他若是有个弟弟，有女孩子接近他弟弟，他也会先去摸清楚女方是什么人，接近弟弟图的什么。天磊喜欢他，他向天磊提出想来参观我们山庄，我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，拒绝了他的请求。现在孩子们都在家里，我在不了解他的情况下，不敢让他过来。商小飞点点头，你拒绝的是对的，你弟弟的身份地位摆在那里，他既然在我商氏集团上班，想必早就清楚你弟弟的身份，再不了解他，也不知道他图的是什么。不让他过来是对的，你们家又不是旅游景区。行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回去问一下我二哥。我二哥应该清楚一点，大哥太忙了，是集团老大，中层管理都还接触不到他。问他，他怕是不清楚。商无痕的确不知道李诺是谁，商氏集团那么大，能经常接触到商无痕的都是高层管理，像李诺这种中层管理，没有做出特别耀眼成绩的，商无痕哪里会留意到？商家二少爷不一样，他当初被逼着回来帮忙打理家族事业，能力是不如大哥的，他就喜欢和中层管理以及基层职员打交道。问他肯定清楚，你问谁都可以，人在你们家公司上班，就算你去公司问2声，都能帮我打听到李诺的为人。记得偷偷帮我拍张李诺的日常照片。宁云初想知道李诺长什么样，看看能不能配得上他的弟弟。这个呀，算了，我明天就回公司一趟，亲自帮你打听打听。他2个哥哥都有了嫂子，让他二哥去偷拍公司女职员，怕二嫂会误会。商小飞跟2位嫂子处得很好，如同姐妹一般，他可不想惹二嫂生气，坏了二哥夫妻俩的感情，决定还是自己回公司一趟，帮宁云初偷拍李诺的相片。天磊眼光高，他看中的女孩子想必是个美女，你尽管放心吧。商小飞宽慰着宁云初，只要不是太丑，颜值这一点我不会卡得太严的，只要人品好。他是否知道我宁家的情况，会不会嫌弃天磊的爸妈是罪犯？商小飞拍拍他的手，别担心太多，等我的好消息。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这样的事情我很乐意去做。商小飞笑眯眯地道，因为能够吃瓜，他挺喜欢吃别人的爱情大瓜的。他身边的人到了适婚年龄的，基本上都成家立室了，他已经好久没有吃过爱情大瓜。宁天磊只比战家老九大1岁，才20几岁。在商小飞的眼里，20几岁的男人其实还不够成熟，还有点幼稚的。他身边的男人大多数都是年近30或者过了30岁才结婚，所以他没有问过宁天磊什么时候恋爱的事。以他和宁云初的交情，只要宁天磊有情况了，宁云初肯定会说的。战家倒是还有3位少爷担着，老7现在有情况了，老8和老9还是静悄悄的呢。妈妈，妈妈！乐乐冲着妈妈叫喊。宁云初看向儿子，起身笑着问：怎么了？妈妈，你下来吗？爸爸说妈妈也会游泳的。宁云初笑着走过去，依旧站在池边，看着游泳池里的父子俩，笑道：妈妈很长时间没有游泳，怕是不会游了。乐乐想学游泳，就叫你爸爸教你。小孩子身段小，身子灵活，学得快。战一晨说道：再大一点吧，现在还是太小了，在我们的陪同下玩水就行。像大侄儿那样有5、6岁了，学游泳就是河。